我们这一期来聊聊技术梗啊。说到这个技术呢，是雷军非常投入的啊，非常痴迷的。那么小米一直在说黑科技，这黑科技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这不是广告啊，这我真的是想好奇的请教一下老总，这是一台灯，这是一台灯。我想问一下，这台灯它怎么就黑科技了？这个台灯是我们设计的点台灯，这个光线的很柔，光线的很亮。这科技在头发上眼睛，一通电就能亮。做个广告，小米手机插线板微铸点的电饭煲，沾了水的那个内胆，干了1年半，哪怕这个签字都非常不野的。我们原来觉得中国电视的丑陋的，随处都有的，点一下就跟到垃圾桶的呢。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呢？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呢 ？Hello， Do you like me? OK, everyone. Do you like 黑科技？小米手机，小米手机，超车老师厉害。小米手机，小米手机都是黑科技。好，我们这个再一次感谢雷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也是真的破天荒第一次有我们这个冠名商的老总作为我们节目的主来宾，再一次谢谢小米冠名播出，谢谢。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奶后土真言的我们的纯增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好的，那么来看看今天的辩题。奇葩是自己研发出了一项新科技——完美人生打造机。这项技术只需轻松一键，就可以让父母定制孩子的人生路，使孩子如开挂般成长，达到完美人生 ，so easy。这项技术还没有问世，奇葩室的议员们就分成了2派，对这项技术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支持派认为，为孩子定制完美人生是一件好事，通过这个设定，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找到满意的工作，发现今生挚爱。这样一来，孩子不用再经历一次父母曾经走过的弯路，免去了在人生路上会遇到的各类困扰和麻烦，坐享幸福快乐每一天。可反对派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没人有权利替他们选择人生，即便是父母也不行。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未知，更何况生活就是要起起伏伏才精彩。世界那么大，应该放他们自己去看看。所以，作为奇葩室的市民，如果能为孩子一键定制完美人生，你要定制吗？听说对面是甜甜姐、傅首尔和陈琳，对面是一个音量比较大的组合。对他们特别吵。臧鸿飞简直是用生命在怒吼啊！他的状他很声嘶力竭100%，但是他100%的那种音量，也就是甜甜姐30%。没有，臧鸿飞根本就男版的我嘛，真是笨笨就是年轻的我嘛。姜思达是，姜思达就是我特别贱的我嘛。就今天场上坐的全是你。哇，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好，在我们导师们公布自己的职方之前，首先交给我们现场的1万名观众。红键表示要定制，蓝键表示不给孩子定制。各位请选择。3、2、1。这是一次相当悬殊的较量，有80%的观众认为不要给孩子定制，一键定制完美人生。那个雷总，您知道我们的规矩不是说最后比谁的人多，知道，谁增加了哦，对，谁改编的最多？你看我又多事儿了。雷总何等英明，哪需要你这个提醒？所以在这里要意志坚定，对，始终如一，对，你说了就算，日夜如山，说1倍就1倍。如果2倍也没关系，可以改。好，我们今天要去这个加入到最后结辩的我们冲锋导师是哪2位呢？我们看看打头阵的分别是，首先张全林老师，全林老师是正方，罗老师是反方，所以呢2位将会在我们的这个主持台上准备最后的结辩。那同时我们也有2位导师呢会加入到各位的阵营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辩论。来吧，那个康永哥跟那个马老师，你俩分一下，往哪儿坐？马东今天非常慷慨，让我自由的选择我要去哪一边，然后我选择，你就自由的选择了？我就真的选了，我要去那边，因为呢，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反对定制，可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小声音说定制吧，定制吧，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跟我自己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坐到那边去，跟他们一起搞清楚，为什么我们那么想定制，却老是要否认这个想法呢？哦，
感觉已经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番那个辩论了。好，来，那所以马老师，你真的就是要做到反方。对于康永哥说的我没有意见，除了他说我很慷慨之外，我其实现在很后悔。好，两位请加入我们的辩论阵营。好，来，我们首先听听看我们大 boss 怎么说啊？雷总。如果在奇葩室，你有机会给孩子一键定制一个完美人生，你要不要？为什么？我和大家想的一样，我觉得还是不要定制的吧。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呢，还是要有独立性格独立的探索，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如果我们设定的目标的话，实际上你想把它变成你想要的，而不是他自己想要的。所以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关系呢，可以是人生的导师，可以是陪伴的朋友，但是不要扮演他生活中的上帝，给他足够自由成长的空间和舞台。雷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方，而且呢，他说过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所以今天看看到底正方有没有谁，或者有没有几位能够动摇雷总的想法。好，何老师，那个我先说一下，坐在这儿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的感觉，我觉得康永哥也有，对吧？对，就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就是因为干爹给了我自由成长的空间，所以我才能够采用跟干爹完全不同的立场。干爹让我坐在这边，一点都不会强迫我同意他的想法。作为干妈这边呢，对，就这个风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什么感受？居然可以从后面看到人生的鸡汤，这个是，哎呀，我真的是马完美啊！马东，你比不上我第一次从后面看到这个辫子。好，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辩论了。首先来，菲菲大王，掌声给他。我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跟我一个朋友的关系，有1、2年我老躲着他，因为我这个朋友家庭条件特别好，特别好，所以我经常跟他聊天就聊死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特别好，没有坏人啊。后来他爸爸投了几部电影。他就说我发现演艺圈的人好热情啊，他们对我那么平易近人。我心想，我在这行业混了20多年，不是这样的呀。然后他说咱们去马来西亚看什么珊瑚吧。我说我得演出啊。你就知道挣钱，那个珊瑚都要灭绝了，你怎么不关心生活？我说我房租都交不上，我还给你看珊瑚嘛。我说。你这根本不叫人生，你活在虚幻里。我这样吃了酸甜苦辣，我这才叫人生。你被你父母骗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后来结果这1、2年呢，我稍微过得好一点啊，尤其上了奇葩说有点小火。有点小火。后来我就发现，最近我经常在生活中感受到别人的善意。比如我去机场，快来不及了，我说，那大姐，我真着急。大姐，你不是奇葩大会那人吗？我说我赶紧给你打一电话，让他们能不能等你一下，给你留一下舱门。然后我这种事儿，我去吃饭，那个经理说，我看你奇葩大会了，我能给你合张影吗？我这还等着没桌，我找地儿给你凑一个桌。我就发现，是不是我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之后，就人更愿意跟我发行社交货币。可能以前我那么愤怒，我逮谁我也瞧不起谁，然后人家都不太愿意跟我发行社交。然后我好一点，大家喜欢我人多了，我感到善意就多了。后来我就有点理解我这个朋友了，就是我想到了有一个点，就是以前有人说咱们这个社会啊像一棵大树一样，说你越在底层，你往上看到的全是屁股，你在上面往下看到都是笑脸。他们家就是条件好，所以他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是愁，什么是苦。他错了吗？没错，他人生假了不假，他的生活条件就是那样的。我就想，完美是什么呢？完美就好像是有一个机会能把这个孩子，不像我们一样从树底下一点点上去，而是把它就直接放在最上面。所以我理解的完美人生就是有一个机会能把这个孩子放在这棵树的最上面。那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呢，我也不想再吃这20年的苦，
我觉得这很好，没什么错。第二，咱们聊的不是你们想不想要，是父母想不想给。我们有一期说过一个问题，就是伴侣手刀逃跑，要不要原谅他？马东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都各自飞。在你真正有危险要死的时候，谁能陪你一块儿死？只有你的父母。父母保护你、爱你是什么？是天性。今天有一个墙倒下来，我会给你推住这个墙。今天能让你生活完美，我摁这个钮是天性，不是你想不想要。你小时候还不想上学呢，谁想上学？父母也得让你上。我小时候我妈不想弹琴，我妈上来就一顿揍。就父母的爱，他有一点侵略性，我不得不承认。而且就别说完美啊，咱们就想想有多少父母会拼尽一生的钱给孩子买一套学区房，会拼尽一生的积蓄为了让儿子结婚。咱们再把这题弄复杂一点，说你摁了这个钮，你手有30%的可能性炸断，但是你的孩子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很多妈妈会拼了。咱们再把它弄难一点，说今天你摁了这个钮你就死了，换你孩子完美的一生。我相信有一些妈妈她也就会问了你们，她拼了。所以现在我们说的不是你想不想要，而是说我们做父母，我们的本能，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穷极一生给你们最好的、最完美，是我们的本能。你不让我这么做，我做不到。至于你想不想要，是另一回事儿。然后，第三点，那这都不是最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是“完美”这个词儿。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活得不太完美。就是其实我的需求也不多，我不是好吃好穿，不爱买好衣服，因为我这样穿不了什么好衣服。我要穿就这种胡建彪这种一身西服，人肯定说，哎，上哪儿变魔术去？然后好多人到了中年还喜欢开好车，买烧跑车，我就觉得跑车一点不好看，这跟土簸箕成精似的，那么低。你看我这例子，我为什么觉得我生活不完美呢？就是因为我有好多遗憾。就说我这2年取得了点小成绩啊，但是我越取得这些成绩，我越觉得遗憾。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你取得成绩，希望你最在乎的人看见。就是有一次我跟甜甜和潇潇就聊，有天甜甜就不知道特伤感，就说家里长辈身体不好，然后我就说你们还能聊这个话题，但是到我这儿，我这个岁数40多岁，我已经没有隔辈人了，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我最让我就是心里一直过不去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大概是10年前吧，从03年到07年那阵儿相继去世，80岁左右。就是那正是我过得最不好的时候。就是所以在他们闭眼那一刻，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我一辈子没挣过钱。他不理解我想干什么，他不理解艺术是什么，他不理解这些理想。所以他到闭眼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是我走了他怎么办呀？他要饿死。然后他不放心，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我取得了成绩，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这些人看不见了，因为我是我奶奶带大的。然后上周在奇葩说的后台，好多的赞助商来送大家礼物，然后小米就送了扫地机器人啊，什么好多东西，谢谢。然后纯真也送了好多奶，然后结果这时候海飞丝就来了，给了我一个礼盒，里面是海飞丝的洗发水，但是上面有我。对，我就想，以前我小时候看的海飞丝，上面都是张曼玉，现在有了我。你说这个海飞丝他们的审美也是就范畴挺宽的。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就是她在就是居委会跟好多人聊天啊，她老是弱势。人家就说，哎，你看我孙子又提干了，你看我孙子又涨工资了，他就没得说，因为他没法给人解释这个奇怪的孩子也不挣钱在干嘛。他每次回家都挺落寞的。我就想，我在拿到这个海飞丝时，我就特别想他，我就想回家给他看，说，哎，奶奶，你看这个洗发水上有我。他肯定就惊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孙子能印在一瓶洗发水上。然后他如果再去菜市场碰见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哎，你看我孙子提干了。
哎，你看我孙子涨工资了，我奶奶当场就拿出这瓶洗发水，说你看我孙子在这洗发水上。然后我奶奶如果看过《奇葩说》，她肯定会截屏说你们认识何炅吗？这是快乐大本营，我孙子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边的老太太肯定就全傻了吧？然后我奶奶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团灭，成为菜市场的 MVP。那他得多高兴啊！所以我有遗憾，我觉得如果我奶奶能见到这瓶洗发水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一刻人生是相对完美的。然后我最近我妈妈老接到电话说，哎，我看到你儿子上奇葩说了，好多人给我提好多论点，还有好多人给我妈介绍治疗结巴的方法。然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就幻想有一天我奶奶在家的时候，她扫着地，一个电话响了，说我在一个节目看见你孙子了，真好。我奶奶就会特别欣慰，因为她就不用为我担心了，因为她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她理解了我在干嘛。但是这都不是让我最颓的，最让我最颓的是去年的春晚。因为你们都知道中国的老太太有多爱看晚会，尤其是春节联欢晚会，简直就是他们的狂欢节。然后那天我就站在中央台门口，我就想，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再多活2年？你怎么就不能再坚持坚持？然后我就特别想，我说如果他那时候活着，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奶奶，我的是第18个节目，然后我在电视的右上角，你一定要往右上角看啊。你一定要找到我，你一定得看见我。如果他在电视上看见我了，他肯定特别欣慰，他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他理解我在干什么了。如果有这么一刻，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在那一刻是完美的。所以你知道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完美这个词儿。台上这么多导师嘉宾都在人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管社会地位、各种知识的积累、影响力。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人生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憾。你们肯定都在想，有一个瞬间你会想，啊，那次我对他，我真的应该说一声对不起。你有时候对一个人，你会想，那个时候我真的应该跟他说一声谢谢。或者你特别遗憾，你有一个人，你就觉得，我为什么当时没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呢？就每个人都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人间呀。可是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能给你一个无忧无虑、无怨无悔的人生，你们怕什么呀？哎，我觉得就特别奇怪。你说偷看伴侣手机，你们害怕，我能理解；说手刀伴侣手刀逃跑，你们害怕，我能理解；说外星有一个蛋，要不要吃？你们害怕，我能理解。你们害怕完美，我不理解。我们一生不就是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生吗？今天完美来了，你们害怕完美，我真的理解不了。然后，我就特别想，因为我有很多遗憾，我特别想要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所以，如果我的父母有这个按钮，我希望他快摁。如果我有这么一个按钮，能让我孩子生活完美，我也会摁。就算他长大了埋怨我说：“爸，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怎么连鲨鱼都不关心？你连珊瑚都快灭绝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我可能会笑着跟他说：“哎，孩子，可能都是我的错。”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特别幸福，而且我无怨无悔。谢谢。啊，谢谢菲菲帮我找到我的人生意义，就是团灭老太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好有价值的人。雷总，有改变你的想法吗？没有。他讲的很感人呢，他讲的很感人。一定要意志坚定，意志坚定。你不能执拗，你还是要听进去，你不能说我不听。好，那当然这个没关系啊，雷总还可以慢慢的琢磨。但是现在反方要发言了啊，来，我们看看反方一辩是，来，首尔，来欢迎傅首尔。
我呀不怕完美，我怕不靠谱的完美。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长这么大见过天上掉馅饼吗？现在突然要掉给孩子一个完美人生，这道辩题对我来说像什么呢？一条虚假广告，隔2条街都能闻到忽悠的味道，而且不靠谱到什么程度，连价格都不标，就问我想不想订。你说多不靠谱？作为一个精明的少妇，我今天要全面的跟你们分析一下。精明的什么？精明的什么？少妇。少妇应该是25到30。少妇就是少妇就是老太太的年轻阶段。就是我要跟你们全面的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不靠谱。第一，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 perfect， 按谁的标准来定？人生是我儿子的，我肯定要问他的意见。那个我儿子才7岁，没长开呢，他懂什么呀？我以前就问过他的，我说宝宝你长大想干嘛？他说贴膜帅。哎，不，我解释啊，职业不分贵贱，但他离完美肯定是还是有点距离，所以这个事儿只能我干。那好，问题来了，我预设的完美人生，他真的会觉得完美吗？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大家就明白了。去年我给他买了一双鞋，2000多块钱。你说我们这种中年人挣钱干什么用？不就是牵着孩子一块踏踏实实的装吗？哎，对呀。我第一次听说装可以用踏踏实实。踏踏实实装，然后结果他不要，他说丑，说还质问我为什么没有铠甲勇士的图案。那是世界上最帅的鞋，最帅的鞋35块钱一双。哎，所以你们明白吗？我眼中的完美，他或许视若粪土，全部都按照我的标准来，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比如穿，我就觉得八匹狼是最棒的男装。哎，完美男人的衣柜打开就应该全是狼，一天换一匹，多帅啊！还有搞对象，对吧？爱上我儿子的必须是完美尤物。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听起来棒不棒？好，我儿子长大了，国际化审美，小眼雀斑蛤蟆嘴。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完美是个人主观感受，定制却出自他人之手，矛盾，对吧？它实现不了，不能定，对吧？不能定。好。第二，就算没有 bug， 对吧？我现在放弃我的精明，没有 bug。一键就把我儿子拍上人生巅峰，我按不按？我也在家想过，还是不能按。为什么？因为孤独和空虚是完美人生的宿命。先说孤独，我儿子可能会失去亲情。完美人生必须要有完美的父母。我跟他爸活得一屁股漏洞，哎，离完美108000里，怎么解决？要么把我弄死，另外配。要么就是改造我。你们看我这个德行，我去整容医院，医生都劝我放弃。哎，我这辈子跟完美有毛线的关系啊，是吧？完美的妈妈灵魂有香气，我的灵魂天天冒冷气。是啊，你说不让吃饭吧唧嘴，不让吵架，是吧？不让说脏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不如一键把我拍回娘胎里。即便回炉重造，我跟你说，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会问题重重。因为这个一键拍下去啊，等于上了一个永恒的保险，它带来了好的生活，但是同时也带来了疏忽和大意。为什么呢？因为反正最后都是 happy ending 嘛，对吧？我儿子生病了，我不紧张，因为完美人生每一件事都有玄机，说不定再重启哪个零部件。治他干什么呢？打扰他历劫。他跟他爸掉水里，我救他爸；我跟他掉水里，他爸救我。他在水里喊救命，我跟他爸在岸上说淡定闭嘴。完美人生每一件事都有玄机，你说这日子过得多神经？还有亲情吗？说完了亲情，我们说爱情。我们为什么会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完美吗？你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完美吗？不是，因为他不同。对不对？是因为他不同，在千万人之中，你不知道他哪里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这是爱情。完美人生搞过的对象全都一样，五官3维双商，标准化产品，就跟世界连锁炸鸡店似的，你在哪吃不是吃啊？
是不是？什么是朱砂痣？什么又是蚊子血呢？哎，你们都爱看偶像剧，霸道总裁爱灰姑娘，为什么？因为贱。是不是？爱情就是犯贱啊！完美人生不允许犯贱。我儿子他在云端，可是生而为人，没有低到尘埃里的那一刻，你又怎会知道爱为何物？特别好。友情更不用说了，检验好朋友的唯一标准是什么？借钱。是不是好朋友借2次钱就知道了？完美人生不差钱啊，也不患难，谁也不用帮谁，对吧？友情还在什么时候深化？比如说我们遇到糟心事儿了，我们约几个朋友一块骂娘喝大，对吧？还有被绿了，我约几个人一块诅咒狗男女早点升天。完美人生不失恋，没有烦恼，朋友在一起聊什么呢？我昨天躺着又挣了5个亿，哎呀，好巧，我也是。多无聊的友情。哎，只有炫耀没有需要的友情，它还是友情吗？特别好。亲情、爱情、友情都没有，我儿子天煞孤星。完美。哎，你们以为这就是他所承受的全部吗？不，还有空虚，因为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成就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谁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吗？你长得真帅，我妈一键拍的；你成绩真好，我妈一键拍的。我好喜欢你，你喜欢我干嘛呀？你妈没拍，你妈拍了你也这样。哎，你怎么那么完美？我不是告诉你了，我妈一键拍的吗？我们都能接受冥冥中自有主宰，谁能接受冥冥中自有我妈？最后呢，因为做过女儿，也做过妈，就说几句真心话。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它不只是一个脑洞题，它其实很现实。它真正要讨论的是，要不要让孩子按你的谱过一生？对不对？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父母都会跟他设置关键词。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关键词就被设置为争气，就这2个字。因为我从出生就没见过我父亲，我妈在粮店工作，扛着米包把我养大的。从此，优秀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天资也不高，谁累谁知道。我以前在家看《奇葩说》，我特别喜欢这群人，我想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自由、任性。想不结婚就说我不结，对吧？可以说我就是要铁钉，但是我不行，我早婚早育，特别早就结婚了，因为我必须得按照谱过的人生。现在就是我变成今天的我妈特别高兴，因为我成为她灰暗人生中的唯一一个亮点。我现在混得也很好，你们看结果是不错，可是我心里的那些遗憾，我那些想干没干的事，我被偷走的快乐，除了我自己，又有谁真的在乎呢？所以我生下我儿子，我给他起名叫多乐，快乐是唯一的关键词。我希望他按自己的谱过一生，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不必完美，甚至不必优秀。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就是看这个节目的，还有没有人把完美设置为孩子的关键词？如果有，请你扇自己2个大嘴巴。追求完美是人生至苦，真的。追求完美是人生之苦，因为总是有求之不得。你只有放马去追你真正想要的，你才能放下那些你得不到的，明白吗？我拒绝偷走我儿子的人生，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么个按钮放在我面前，我绝对不会按的，不装，绝对不按。谢谢大家。怎么这个也很感人啊？哇，雷总的眼睛那个湿润了，这个也很感人。你们那儿小区有老太太要团面吗？问你呢。他老了以后全团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正方的2辩，2辩是棒棒来。如果可以一键定制一个完美人生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按这个按键。为什么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菲菲刚刚说的，就因为完美啊。就是我们从小长到大，谁敢说谁见过完美的东西吗？我们也从来没有敢说任何东西它绝对就是完美的吧。
对吧？我们大家都听音乐，我们听过好的音乐，殿堂级的音乐。你们有人听过完美的音乐吗？我就问你，菲菲，你搞了一辈子音乐，我现在网上有一首歌告诉你这是完美的音乐，你会想去听吗？就不顾一切的去听，对吧？对。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比如说讨论一个帅哥，哪怕是像姜思达这种在我心里已经打了99分、100分的一个帅哥，你去问100个人，那总有一个人觉得姜思达不是他的菜嘛，不是他的款。你是要现场调查吗？对吧？那如果现在我告诉各位，我们现在有一个完美的男孩，无论你是什么价值观、什么审美、什么背景、什么教育，只要你看到他，你就会脱口而出话。这样的男孩，你就不想见一见吗？所以我认为完美这件事情本身，它已经勾起我的好奇心了。而且我们讨论的根本就不是完美的音乐，也不是完美的男孩，哎，我们讨论的是完美的人生。你想看看完美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吗？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点，我说实话，这还不是完美人生最让我觉得好奇的地方。你知道最让我好奇的是什么吗？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这个按钮，它可以为我们引起超级厉害、超级酷炫的一个蝴蝶效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爸妈按了这个按钮啊，我就成了一个拥有完美人生的小孩。首先，作为一个拥有完美人生的我的父母不能父母双亡吧，他们家庭还得和睦吧。如果他们天天吵架、家庭暴力，我肯定不是完美人生，对不对 ？OK。然后我父亲和母亲，他们工作也不能公司刚进去就倒闭了，我们家天天家徒四壁，饭也吃不起，那这样的人生肯定不完美嘛。所以说按下这个按钮，这些问题就全解决了。我们再往大想一想，如果我在我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中，8国联军来了，世界大战爆发了，忽然有了战争，我的人生完美吗？不完美吧，一点也不完美。宇宙爆炸了，我的人生完美吗？一点也不完美嘛，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支持我拍下这个按键，我保你们未来的半个世纪，我们国家风调雨顺，如虎生风。你还能保障世界和平呢，对不对？世界和平，未来50年国家绝对不打仗啊！凡是跟我孩子当好朋友的，全部家庭幸福，对不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是国泰民安。有这么一个按钮，要不要按？要。哎，这就对了嘛。好，来，我们到反方的2边，我们的甜甜。说话啊，完美好不好？特别好，但是没意思，没劲。比如说你，菲菲吧，你想听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音乐，听到了以后呢，然后呢，接下来呢，干嘛呢？没事儿了呗，死了得了。人活着就是在追逐完美的过程当中，就在 experience 经历才是最有趣的。完美特别好，可是老子不喜欢。哇！我觉得这个人啊，一定要记清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要定制，而且是听好了，一键定制完美的人生。如果今天是我妈干这个事儿，我第一个反应，妈妈你要偷懒是吧？啊？哎呦，妈妈这份工作不好做，你累了是吧啦？你要辞职不干了是吧？啊？我告诉你，没这么容易。这个世界上我最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一直没结婚没生孩子？我觉得这是个巨大的 huge responsibility， 太大的一个责任了，是不是？怎么生我的时候你没想好，养下来以后你嫌烦了？你说走就要走，因为什么？一键定制完美人是吗？你啪叽拍下去，无法就完美了呀，没你什么事儿了呀，是不啦？你不用教育我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特别不靠谱的原因是在于什么？他把一个非常好的坏的谎言，用一个很美的东西包装起来，亲情、对爱情，多美的一样东西。那我都已经完美了，要你干什么呀？合着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用管我了，是不是？这是剥夺父母教育自己孩子一个极端恶劣的手段。这世上有种工作是不可以辞职的，不可以偷懒的，还有什么一键拍下去，不可以走捷径的，这就叫为人父母。你要对我负责任的。好。我很难过，就是我们今天会有这个题目，对方这么开心啊，就把自己父母讲得多好啊，怎么。你知道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吗？偷懒偷了点什么呢？
我人生中所有成长的经历，你都不用管了，反正我一定完美的嘛，对吧？首尔刚都已经说过了，我不管掉的河里也好，我成绩好不好，这都一定会，将来一定会 perfect， 根本不用担心。你走，你出去旅行，一走个5年，没事儿，这孩子一定 perfect， 我不用看着他管着他一样照样很好。你偷走了我们俩的回忆，就第二，你还偷走了我什么东西啊？偷走了你对我的了解程度啊，是不是？从小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对一个孩子来说，父母是一切，因为我没有别的社交。我做孩子的时候，我除了小朋友之外，我所有的时候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爸爸妈妈是我的天，我扬起了脸就有了这个世界。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全都清清楚楚。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妈妈？我不喜欢洋娃娃，我喜欢小手枪。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可就是我的爱好。妈妈，你知道吗？你走了，他不在，反正这孩子随便喜欢什么，他也 perfect 的，根本不用我担心。你偷走了你对我的了解的程度。这是亲情吧？我们再继续聊亲情。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偷走了一种孩子跟父母互相之间的羁绊。聊聊羁绊好不好？咱们小的时候印象最深，你跟你的父母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绝对不可能是你妈妈跟你说：“哎呦，囡囡真乖啊，吃个苹果。”是你妈痛揍你的过程，记不记得？我妈的口头禅叫“你当心我刀飞死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那饭店里当心我一刀飞死你。为什么？因为我不完美。但是我们羁绊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在他不断的纠正他认为我不完美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还有什么？我特别想生一个孩子。我生了孩子之后，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吗？要不要一箭拍下去，给他制定完美的人生？不用想，一个脑子都不会想。就像你说的什么手炸断啊，腿炸断啊，腿炸断了，手炸断了，我都不会按下这个键。这剥夺了和偷去了我所有跟我孩子的羁绊和我所有的回忆。我想陪他跌倒呀，我想陪他跌倒，他哇冲上来，妈妈我跌倒了，哦囡囡乖，哦妈妈帮你呼呼，这多美好的回忆啊！完美，这孩子一生都不会跌倒。天哪！我跟你讲，天上掉流星雨，我说砸，我儿子砸不死的 ，perfect， 绝对不可能，他一定有完美的人生，多可怕，是吧？再回头想想啊，我爸揍了我这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有孩子了。你想干嘛？他这个 perfect， 他完美，他没有缺点，我怎么揍他？这样都行，特别好，这样都行。10年媳妇熬成婆，我终于做了妈妈。我孩子这么的完美，我看着我怎么打得下去手？我的球什么时候才可以爆？妈妈。好，来讲一下人生吧。什么叫人生？就是活着嘛，活着才叫人生，对吧？死了那叫另外一种往生，那叫。人活着，人是什么人？人这种东西有种东西叫情绪。你看我的情绪特别多，我经常在打这道题的还问各位，我说怎么我老是愤怒啊？我说我过得挺好的，我也不缺钱，啥都有，那为什么还愤怒？他们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情绪特别饱满、特别有张力的一种人。人有什么情绪？叫七情六欲，我贼多。喜怒哀乐惊惧恐，7种情绪，缺一样都不是完整的人生，都不完整。你都说了，完美人生，你们一定快乐的，一定 happy 的，你们人生不会有缺陷的。你们懂什么叫遗憾吗？懂什么叫失去吗？你们不会有忧惧恐的呀。你们这太完美了，你们都不具有这样的完整的情绪，你们哪里来的完整的、完美的人生？像我吧，就想听听心跳，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算是活着的。咱们大家都把手摸摸自己的心脏，我们想想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听见自己的心就是普通的跳动嘛，咚咚咚，很正常，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心咚咚一下这样跳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你自己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想做只有2种情绪的人，只有喜，只有快乐，人生没有遗憾。我们想想看，其实很多激动人心的情绪，就好比我说我5月27号康永哥导演的《痴痴爱》马上就要上映了。
有我参演在其中，非常感激他。他在这个舞台上认识了我，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我知道我的人生是 perfect 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件好消息，根本不用担心，我这片子出来以后就奥斯卡金像奖，是不是啊？一定的，必然的。康永哥，你必须得挑我的，你不挑我，说明你没有眼光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会非常担心。我要去影院里看，我要去包场，我要去捧场，我希望大家都来看这个电影。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将会如何，这才是人生有意思的地方呀，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那你的人生才有期待。当你的人生有期待的时候，你才会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我不舍得死，不舍得死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意义，对不对？这才有血有肉，是不是？惊惧惊恐，哈哈哈，这才叫活着。不然啊，你的心跳就等于是哔，跟死了没有任何区别。谢谢。康永哥，你的女演员在说到京剧可能哈哈，这个表演你如何评价？我现在就想去对面坐，就是帮我电影5月27号上演讲得这么清楚，就是我得回报他们才行。马东，我们换位子吧。啊，来吗？真的吗？真的啊？换吗？有什么不可以啊？换吧，走。什么可以？我把这边所有的事都想完了，换就换呗。有必要玩这么大吗？雷总别怕，我们一般不这么乱来的。这个节目通常还是有规矩的。好，接下来我们到思达了。思达准备好了吗 ？OK， 来。观众朋友们，我现在超高兴的啊！为啥？完美这一件，对方81个人不跟你抢的。傅首尔直接说什么？说我绝不装，坚决不摁，我真的给你鼓鼓掌。因为这个件，我本以为大家都会去排队，给孩子排队定制一个完美人生，现在不摁，转身排队给孩子买鲍师傅糕点，我就想你有病吧。朋友们，完美不是一个好词儿吗？你们想想奇葩说怪不怪呀？奇葩说我们开始拥抱缺点，我们不拒绝遗憾。现在我们抽风啊，我们对抗完美。我是观众，我现在相当的 confused。完美好词儿是吧？别抗拒它，大家就想想这个今天晚上怎么过啊？今天晚上这录制完，你特高兴是吧？你回家在车上乐呵的。今天你看着美玲，你特开心。完了，你爸给你打一电话，你接了。你爸说：“孩子，20多年来有个秘密一直没跟你讲。你出生之前吧，我有一钮，我能让你完美，但是我给撇了，我没摁。”朋友们，作为孩子，你们什么感觉呀？想3秒钟。生气呀，是不是？愤怒，对方面有对方面有口口声声说要尊重孩子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在这摆着呢，生气，好吗？你们说尊重孩子的意见，这只能证明你太虚伪，这是第一。第二，今天完美人生到底是啥？我们来看看对方说的啊。傅首尔说，穿8匹狼，有一双比较漂亮的篮球鞋，到甜甜姐这儿变成爹不管娘不疼。观众朋友们，这叫完美人生啊！我们有脚后跟都觉得不好的人生，那叫完美人生吗？这时候大家就想问了，美玲，完美人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完美人生它就是一种绝对的好的人生，是你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东西，不是这些，是加起来比它还要好的人生。如果你随随便便的就能从完美人生里面挑到毛病，那算啥完美啊？对方辩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给完美人生一个狭隘化的定义，只证明了一件事，他们的想象力果然是不完美。如果今天完美人生像对方辩友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不仅不应该摁给孩子，我们应该摁给敌人。小米手机看其他手机不顺眼，
我想我让你一见，哼，完美。美年达看竞争对手的销量还不错，他很气。这时候美年达干嘛？一见着竞争对手，哼，完美。完美超简单的，完美就是好。对方辩友把完美说的那么可怜，只能说明你们对完美这两个字缺乏敬畏之心。对方辩友的一个大 bug， 今天他们害怕定制，我觉得害怕定制不要紧，最主要反映了他们心里的状况是，他们不相信孩子。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有在被定制呢？你们决定了自己的父母是谁了吗？你们决定了自己的性别是什么样的吗？你们决定了自己的出生地吗？你们决定了自己出生时候前20年的时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给你的一种精神支持吗？你们通通决定不了。但是我们怨恨这件事儿吗？小时候会，长大不会了。今天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被定制？我被定制，一个东北人，娘，男的。我渐渐学会了和这些因素全部和解。有一天晚上，我感受了一下自己男性的身躯，我和解了。定制有那么大问题吗？是不是谢顶的老爸都不能生孩子了，直接定制自己孩子的脑袋呀？对吧？对吧？对。对。定制这事儿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孩子。随着我们的成长，无论父母给我们的是好的和坏的，我们越长大越会心怀感恩，不是吗？如果给我们一个很一般的状况，我们尚且能够心怀感恩，为什么今天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东西，我们反倒仇恨父母了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正确。让不要否定孩子的一个心态，而我相信孩子，这是第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完美”这一词儿蹦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警惕了，对吧？但是我们换一个辩题，今天如果一键让这个世界变成完美世界，每个人的人生都获得了完美人生，大家按不按？按。大家按。但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极度完美的存在，极度完美的存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比如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是吧？他获得奥斯卡的时候，你们真的那么高兴吗？你们就还好。你们什么时候高兴？他胖了，他拿着刺水枪在那跑，你看着特别高兴。完美破碎了，你特爽，因为你酸爽。你酸爽。这地球上的人都怀疑嫦娥，哎呀，嫦娥你一个人到月亮上，你是不是特别冷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嫦娥大家都知道，你谁呀？嫦娥的兔子都知道，你养的兔子叫啥呀？这个时候地球人他暗爽，这是一种酸爽。上一期有人说什么，这个包你买不起，你骂他呸真丑，这是人说的话吗？只能证明一件事儿，就这人太酸了。酸能反映出一个什么现象？完美有错吗？不，是我们有错。我们对于完美的敌意，很有可能只是不完美的自己给自己一种的心理麻痹。我觉得这个麻痹对我们平时的生活来讲，也许是很好的安慰剂，因为笑笑没什么的，你笑别人就算了，你笑自己孩子啊？你不神经病吗？你咋当的地啊？又 OK？ 最后，我们聊聊人生的历练，是不是？对方辩友告诉我们，种种的喜怒哀乐，种种的人生体验，种种的挫折，这个事儿倍儿重要。我们就聊聊挫折，聊聊挫折。挫折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风雨本身的意义我们不知道，风雨变成了彩虹，之后变成了彩虹，因为彩虹的出现，风雨才有了意义，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问在座各位，也许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答案，也许能够发挥大家的共鸣，就是我们趋近于完美，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好像就出现了。所以今天的挫折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不是为了挫折而挫折去的，我们要找到挫折背后的意义。上一届奇葩说最后一集，
我亚军，挫折吧？挫折完事儿之后，网友们都咋写的？妈，一个个写的可好了。那写的是我，写的不是我，我都在那感动。说啥呢？说亚军对于4大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你问我意见了吗？我要的就是冠军，我不想被黄志忠打压，我就是想当冠军。所以这个挫折本身没啥意义，是挫折之后我来了才有意义，对吧？我又出现了，这个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追寻的意义，其实到最后你只能用一个词去总结，我觉得不要羞涩，那就是完美。我不觉得今天这一件是凭空而来的一件，我觉得这一件是凝聚了人类最大的智慧，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无数的实验，终于把完美的这个意义的一件放在你面前了。对方不摁，剩下的39个人不摁，他们走了。我觉得这像是什么呢？像是我们寻求一个宝藏，我们披荆斩棘，然后降魔除妖，到最后我们在宝箱面前，我们不敢把它打开，我们走了。今天我们追求一个人，我们准备好了一身的武装啊，武装有点怪，一身的智慧，好吧？我们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在一个相当合适的时间，我们站在他的门口，我们没敲门，我们走了。故事也许真的就这样结束了。也许你们就回归了自己那些站在不完美的人生，猜测完美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永远找不到你们所谓完美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们这么好奇完美背后是不是孤独寂寞冷？你试试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觉得人类最大的不完美，也许只是我们缺乏那个勇气。而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按钮没有被制造出来吗？因为现在没有勇气的我们，还配不上完美。谢谢。罗老师，您是反方是吧？就是我反方。您刚刚大声叫好哎！我特别想做那些。要不咱俩算了，别换。康永哥，你们还要换吗？我不换，我其实今天这心情就是在摆荡中，我在享受这个摆荡的矛盾，因为我今天不用辩论，所以我特别能够。但有个人本来可以享受摆荡的快乐，他就不享受。对。Are you OK？ 雷总，现在已经有65个人摆荡过来了，你是第66个吗？哎。你想听一下我意见吗？啊，当然。我还是不想定制。为什么？因为完美的人生只是一个虚幻的目标。我觉得家长不应该帮孩子选择家长认为的完美人生，无论他们描述的多么完美，我们很清楚这种完美的人生是不存在的。雷总，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如果你今天公司里头有一个研发部门的员工来跟老板报告说，我正在研发一个完美的案件，按下去之后，这个小孩的人生就完美了。你听了这个报告，然后这个是一个极靠谱的员工，你会愿意让他试一下，把它给做出来吗？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觉得的完美的人生，不是孩子觉得的完美的人生。是。可是你。所以呢，这里面呢，这个它是2个角色的差异。我们假定了我们每一个人认为的完美人生是一样的，对，实际上是不同的。那我们心目中有没有大家认为一样的完美的手机呢？小米手机。我觉得人生跟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工业品，人生是艺术品。来，陈明老师。思达今天完美，今天很棒。思达刚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讨论的维度，这个太宝贵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看法。首先解决大家3位都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完美这件事看起来那么好？追求完美是我们每个人在做的事，甚至菲菲直接说那是天性。可为什么在刚才第一时间有80人按了蓝键？如果是天性，至少应该有80人第一时间会按下红键。就我们天性当中一定有一个值得我们惧怕的东西，对方一直在规避。这个最惧怕的东西，也就刚才思达最后说的这件事情，完美为什么我们追逐？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那是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唯一的原因。到不了我们才一直追逐，因为到了就停了。真善美完美这些东西都是方向，不是终点。他们这些字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是方向。有一句话叫止于至善，是什么概念？至善到了就停了，这就是我们按下拦键心里我们怕的那个。我们不是怕到，我们是怕停。我们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没路了，那是终点呐。我们不愿意走到终点上去，这是你刚才说为什么是一件好事，我们却都不愿意按的原因。那我为什么说你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因为不管是完美还是人生，我们争了很久。我想换一个角度聊聊，我想聊聊教育。大家刚才都是可能更多也在以自己的人生观在衡量和判断，我想不想要，我想不想我妈按。那我呢，3月22号生了第2个女儿。17年3月22号，所以我现在是2个女儿的爸爸。然后我的职业又是个大学老师，教育工作者，所以这是我在干的事情，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致命的困惑。大家知道，校园教育主要是知识的教育，求知以及求知的方法。家庭教育是我非常困惑的一块，它是个人格教育。人格教育主要是就你们说三观对吧？人生观、价值观的这种塑造。我苦恼的地方在哪儿呢？我女儿现在已经大女儿已经2岁10个月了，因为我是校辩论队的教练嘛，然后我老婆也是我的教练，所以每次我们同事和朋友圈见面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同事会说：“哇塞，你们的女儿该有多能说呀！你们俩的孩子，这将来嘴巴不得说死人呐！”我就说：“哎呀，也没有了。”我听到这句话，你说有没有自豪呢？有，我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这个悲剧感就是刚才思达你中间有提到的，这个悲剧感是我们意识得到都无法挣脱的一种宿命感。我的女儿从出生开始，她似乎都失去了一个选择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生的权利。我发现家庭教育的本质好像就是人生观的复刻。你知道刚才哪一个瞬间我听的时候最打动我吗？是当甜甜姐说我就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我其实一直不了解。我听到甜甜姐刚才那句话，她说因为我从小我妈就打我，我妈的口头禅是我拿刀飞你。我当时全身汗毛一竖，果然我就听到了甜甜姐说，如果她生一个女儿，不能打她该怎么办呢？这是个笑点，细想细思极恐的。这就是家庭教育啊，人生观的复刻。我们在这个轮回之中，怎么能解脱吗？你想啊，我觉得该对的是，我该不该告诉我女儿，我们都打了这么多场100多场奇葩说辩论了，那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哪有一个站不住脚的背后的理由？我女儿长大了问我爸，我到学校到底被欺负是应该打回去还是告老师？我女儿长大了问我遇到人生挚爱要不要离婚？我可能有一个我坚信的，我该告诉她吗？我告诉她了，万一我信的那个是错的呢？我不告诉她，那我告诉她什么呢？我信的我都不告诉她，我告诉她我不信的吗？有一个悲剧性的根源在，有一种极强的无力感和无奈在。这是所有家庭教育中最困惑我的问题。然后我在哪里找到了答案呢？这是我琢磨这个题的时候开的一个奇妙的脑洞。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上是刚才对面所说的全部雕刻模式，父母信的仁智礼义信，儒道释传给孩子，你要学，你要按这么做。教育的客体是孩子。近代教育和现代化教育的标志，或者说教育的前现代性跟现代性的分野在哪里？在于教育的客体变了，从孩子变成了环境，从孩子变成了环境。我们一切教育的目标对象不是孩子了，你明白吗？是环境。我们不是在雕刻了，我们真的变成了园丁。我们的关注不是在于这束花，我们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空气、土壤、养料和水分上。我们尽可能营造环境，让孩子在其中自由生长。我们在教育上第一次让可能性成为了常态，这是教育最美的地方。对方说的那个一键定制的本质是这种雕刻式的教育观借助了科技外衣的极致化体现。我们前现代用了那么多年传统的教育模式，用了1、2千年，都是在雕刻一个孩子，雕刻成教育者想让他成为的那个样子。你用了一个科技的外衣，拍一个键，孩子啪就真的全成了那个样子，就是极致化了这个速度和时间。但教育理念不是这样的，
教育的死敌就是定制。不要说完美人生，你管你是100%的完美，90%完美，50%完美，还是0%的完美，不管你的人生的目标模板是什么样，但凡做父母的抱着一颗定制的心，初衷就错了，第一步迈错了。所以你们刚才争了那么多完美，这其实不是这个辩题的关键。这个辩题的关键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用一个按键的方式去定制一个孩子，无所谓他是什么样的一生，要去定制吗？不要。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事情，就是给他一方花园，给他养料和空间，你自由开放，你枝繁叶茂，你一枝独秀，你孤芳自赏，我都为你鼓掌。我们不管你是红的花还是绿的花，我们不管你开出来是什么样子的颜色和色彩，我都为你开心。只要在道德、法律、公序良俗的基本人类框架之中，我都为你开心。这才是现代性模式下教育的本质。所以这不是一个按不按键的问题，这是2种教育理念的博弈。我只希望大家，如果因为你们年轻，但你们一定有一天会为人父母。如果你们为人父母，请在脑海中把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定制”这个词删掉。记住，教育的客体，教育这个词的宾语不是孩子，是环境。一点小小的心得，也是一点小小的脑洞，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好，接下来马老师。我们康永哥，我们可以齐席吗？可以啊。就这样，因为我是对方那边过来的卧底，所以我齐席的是他们仨。可以吗？不行，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可以，来吧。奇葩说不是一个看心情的节目吗？我齐席的是他们仨，因为他们仨一直在说，有一键摁下去就是完美，而完美是整个今天讨论话题的前提。然后完美就是完美，别跟我聊什么是完美，对吧？对。所以我坐那儿，我是不是应该齐齐他们这个？对。因为客观世界没有完美，没有完美的音乐，没有完美的手机，当然也没有完美的人生。所以大家都没有聊什么是完美的人生，对吧？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虽然在这一波，我依然会选择摁红键，要定制，因为我对完美人生的定义是什么？是中国人说的命好，对吗？就是生在一个无饥馑之忧之家，小时候即便遇到了危险，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读书的时候，虽然他不是天资最聪慧的，但在中游之上。会写字的时候，小米发明了这种握起来很舒服的笔。级长，他谈恋爱了，他爱他所爱，居然也能追到他爱的那个人，但却未必跟他走进婚姻。即便他有朝一日结婚了，但一日情尽，两个人可以各奔东西，但依然是好朋友。他工作当中不是没有困难，但却最终往往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就是完美人生，是命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为人父母，我能有一件去给他一个经历过很多，却依然能够体会人生的那种挫折，但不至于受很多苦，没有大跟头的人生，我是不是应该按下这个键？我觉得所有父母都会按，因为并不妨碍对方所说的所有前提。奇葩说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这明明是一个脑洞题，甚至是一道扯淡的题目。但为什么要讨论这道题目？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讨论，跟父母们去讲一讲
什么是你孩子的完美人生？如果环境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样的环境？在你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告诉他世界的多样性，并且培养他从不同角度思考和看待人生和世界的方法，这是最有可能让他有一个好命的结果。这就是你手里的那个剑。以上。我要七夕。到七夕马东。不是。先打架了。马东刚刚说，你特别认同陈明所说的意见。啊，这是客气话，我根本没听懂他说什么。所以我想你没有听懂的是他对于定制这个事情的戒慎恐惧吧？我不知道什么是定制，但是我觉得有那么一个键，当父母一定会摁。你不知道什么是定制，我可以借由雷总的话来转告给你，就是凡是被定制的是工业产品，不能被定制的是艺术品。所以你一旦让孩子进入了定制这个过程，你是不是就认可了孩子是工业品？某种程度上，我也未必完全同意雷总的话，所以这个前提不存在。让我想想。马老师，其实你可以回答，像小米这样的工业品就是艺术品。以上。好，来，志忠。我因为一整场都在聊什么是完美人生，我刚刚听陈明讲的，我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什么人会过到完美的人生，因为完美的概念不好理解嘛，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刚想到一个，我常常聊的一个故事，一个完美的鸡蛋。我们来聊这个。香港有一个美食家叫蔡澜，他在他的书里头他讲到，他有一次去访问一个米其林3星的老厨师，很有名，名厨。老先生访问完之后呢，蔡澜给他出了个难题，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煎一颗完美的鸡蛋？煎蛋谁都会嘛，对不对？就煎个蛋。可这个题难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每个人爱吃的蛋不一样，有人爱吃嫩的，有人爱吃老的，有人爱吃半生熟的。怎么煎出一个完美的鸡蛋呢？那个老先生想一想，说成，可以。他拿了个铁盘，抹了点橄榄油，在火上烧。烧热了以后，拿到蔡澜面前，打一个蛋放下去。铁盘是热的，蛋在里头滋滋滋滋滋在变熟。他说：“你愿意吃的那一刻，那个鸡蛋就是完美的。”你爱吃生的就吃，现在吃；你爱吃熟一点的就等会吃；你爱吃全熟的就等它全熟再吃。厨艺到了一定的程度，个个都是哲学家。而我相信这个题目也是，一个会设计按一个按钮就有完美人生的人，他是个哲学家。我们应该用从这种角度来思考什么叫完美人生。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想，设计这个按钮的人一定不会那么傻，把完美设计成一个定性的、明确的、固定结局的结果吧，对不对？因为这显然在哲学上不通。在人生的时时刻刻，永远都尽可能的保有最多的选择权，这就是完美的人生。可是没完，怎么样确保你时时刻刻永远都能拥有完美的选择权？它需要一些条件。财富，不好意思，很俗，可是我们都知道，财富能够增加你人生的选项。对不对？小时候想学钢琴，家里没钱，这就不是你的选项。有财富的人可以选没钱的选项，没钱的人不能反过来选。财富很重要，财富可以增加你的选项。越早有财富，你就越早拥有多的选项。可是光有选项没有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智慧，你会因为短视近利做出自己后悔的选择，或者是因为你的智力不足，你反而恐惧选择，我有选择困难症。那这样你就享受不到选项，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智慧，智慧能够帮助你享受财富所带来的尽可能多的选项，而越早有智慧，你就越早能够
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就越快乐。很多人童年的时候，刚刚也都在讲，童年的时候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决定，一是没有决定权，二是没有决定的判断力，还有健康。没有健康，你很多事情就要被迫做选择。每个父母都希望留给孩子这3个条件，当然他们也许没有那种哲学的思维去设计这个按钮，可这是每个人都在做的，对不对？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设计这个按钮的人只要不是个笨蛋，他就真正这个按钮的真正意涵是，按了以后，你孩子可以得到这3样。你孩子不一定高帅富，因为那不一定是他要的。你富不是，富是要。你不一定高或帅，不一定是结婚或不结婚，不一定有没有遇到白马王子或他的这个白雪公主。可是他时时能选择，路路有回转。来，笑笑。对面呢，包括马老师，包括执政欧巴，他们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们来定义一下完美，什么叫完美？但是我听了大概几个健康、财富，我觉得给一个完美的最低标准吧，安稳，至少安稳，它健康。但是刚才思达说，你们有80个人，你们害怕完美，但我作为那80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我害怕我把完美的人生摁给了一个拥有不完美人格的孩子。对，人性太难琢磨，我不知道，我这一剑拍下去，我的孩子他如果是个大魔王怎么办？我不会当父母，但我由衷的希望，他如果人格这么不健全的话，他不要拥有完美的人生吧。最近大家都在看《人民的名义》，我也在看。你们试想一下，丁义珍他妈给他摁了这个键，他不仅贪污潜逃，还成功了。按照执政欧巴那种说法，他还长寿。所以，我们这边这80个人难道不需要害怕吗？如果对面那20个人有1个人的小孩是个混世魔王的话，他得到他想要的完美的人生，我们怎么办啊？你们怎么对人性这么有自信啊？然后，刚才思达提出一个很可爱的观点，他说：“我想当冠军，我就是不想被那个职中压着。”但你想想，如果你们对面每个人都按了，艾丽也想当冠军。他可不只被职中一个压着，他被所有人压着。接下来，奇葩说变成了一个相亲相爱的演讲节目 ，ending 就是人人都是赢家。你的成就感从何而来啊？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对面的是，我不是对完美没有渴望，我是对人性没有自信。哦 ，nice， 太棒了。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看到大幅度的摆荡，而现在呢，进入到我们导师最后的结辩时间。好，下面是罗老师结辩时间，来，掌声！今天我们全场雷总在嘛，咱们当然要谈谈黑科技。如果你说有这么一个案件，我觉得雷总第一个好奇的就是拿游标卡尺要量一量，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机制，对吧？我觉得这个案件极大可能性叫终身无限量注射多巴胺。这个有点科技含量。对，你要这样的人生吗？有这样的思想实验，不要肉体，一个大脑直接泡在多巴胺溶液里面，终生幸福，绝对完美。你们这边一直纠结于的什么完美，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要吗？有一点科技含量了。好，你说这家完美的案件继续要升级，它会难死。我要是这架机器，我首先痛不欲生，因为我在每一个选择关头，我都很难把握那个分寸。
比如我要不要让他吃辣椒啊？吃的过程有点疼哎，吃完了有点爽哎，我怎么给？马东要不要继续努力做奇葩说？那看小米了。所以我这架机器想的就是直接让雷军拍1倍的钱给你，不要做奇葩说，还是让你承受做节目且不知道拿不拿得到这张订单的痛苦。我特别犹豫，我这架机器特别难。你长大了，孩子，你需要谈恋爱，我该不该让你承受孤独之苦，还是要不要让你承受失恋之苦？我也特别犹豫。这架机器有一天突然想明白该怎么办了。我们对猫怎么办，就对这个孩子怎么办呀？当一只猫在春天百爪挠心，夜里要上屋登房去找那只母猫，整天在家里不安分的时候，我们怎么给它一个完美人生啊，完美猫生啊？善了它，安静了，它拥有了一个完美的猫生。这就是这架机器的最后决定。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你吃辣椒，删除你的味觉。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你完美的爱情，删除你的生殖和性能力，不存在2017年的那个生殖冲动的春天。我觉得今天这场谈话当中有一个问题其实没有触及到，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一般的观念当中，父母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很久就出生的人，所以我们才有义务教育他要不要给他定制所有这些烦恼。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里面换一个角度来定义这个关系呢？就是孩子是在父母死去之后还要活很久的人。现在你面前有一个案件，你的身份是父母，请注意，这个案件旁边没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案件，可以停止，可以修改，可以擦除，按下去，请注意那个键的名字叫定制，就定了啊。现在父母临死，你的孩子还要活很久，你真的要按下去吗？让他以一个你想象的确定的僵硬的姿态，在此后几十年不确定的浩荡的时间洪流中，孤独的在那儿坚持吗？你要按吗？我对，假设我是那个父母，我不会按这个按键，但是我突然想起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叫连岳讲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2种规则，一种叫魔鬼的规则，叫找麻烦，然后把麻烦合理化。这是魔鬼规则的天然的本能，就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解释得很完美。我现在不上进，我有一套解释；我混得很差，我有一套解释，把任何麻烦都解释为合理。这是魔鬼的规则，而上帝的规则很简单，叫给痛苦，但是最终给出路。我相信，这才是所谓的完美人生。张老师，到您的时间。导演组给我这道选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跟在座的一开始的80个人是一样的。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爸爸能定义我的完美吗？我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时候我5岁，我已经很记事儿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夕，有一天，我爸发了一次感慨。我爸说：“哎呀，如果
家里能有个500块钱的存款就完美了。如果他在那一刻定制了我的人生，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场景，我非常恐惧，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有80个人不摁那个，因为你定制完了，你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又出现了一样东西，我知道不定制，让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事情。但是我活到这个岁数，我天然会对我知道这政治正确，但是我内心就像康永哥一样，会有一个小声音说：“定一下呗，别后悔，定一下呗。”但凡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警惕。我知道它政治正确，但是为什么我的内心还在说，其实你可以摁一下？我就要找找我摁一下的理由。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在定制我们孩子的人生。我们选一个学区房的时候，我们在定他将来要去哪个学校，受什么样的教育，私立的还是公立的，要不要进提高班，我们在定。我们让他去学钢琴的时候，我们在定。他不愿意弹钢琴，我们告诉他说：“嘿，坚持一下，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其实我们在定。我们只不过是分步的定，还是一键定而已。我们今天不是要复制孩子的人生，但是我们改变土壤、水和空气，难道我们不是在定吗？我们造一个温室，难道我们不是在定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道脑洞题，它可能不发生。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此时就在你的面前，在2015年1月9号，英国出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称为定制婴儿的孩子。为什么定制呢？因为他的基因被选择了。这个孩子的妈妈有一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家里3代女性都会得乳腺癌，最早的发病出现在27岁。所以这一对夫妻决定自己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怀着巨大的恐惧。我们生一个孩子，他有极大的可能性，他会是一个乳腺癌患者。所以刚才反方一直在说，我们要留下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要留下未知。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一部分是已知的，一定会发生的糟糕。就像这一对夫妻所要面对的，他的孩子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得乳腺癌，所以他按了那键，他定制了，他采取了一种医学手段，叫做植入前基因诊断。他们进行了人工受精，在人工胚胎里面，他们选择哪一个胚胎的基因片段会使得出生的孩子绝对没有可能得乳腺癌，他们选了。那个孩子在2015年1月9号出生，对于这对夫妻来说，这就是完美人生的定制啊！你是那个父母的时候，你不选吗？好，我一直很坚持在奇葩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不因为赢而掩盖后面的风险，我不因为赢而放弃所有有可能对我方不利的事实。有另外一种非常科学的黑科技的手段，叫做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可能是2015年最重要的科学界的突破。针对基因编辑，可能关于定制婴儿这件事情会走得更远。理论上，你可以定一个金发碧眼的孩子，这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的。所以立刻争论就出现了，一边说我们真的要承担改变物种的风险吗？一边说，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基因编辑，使得比如说地中海贫血的孩子不再出生，我们为什么不呢？所以最后科学界达成的到此时的默契是什么呢？第一，
研究可以推进，但暂时不要让基因编辑过，前面是基因选择，后面是基因编辑过的孩子出生，暂时还不要这样做。暂时不要这样做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科学有风险，就是那台完美的机器还没有诞生，它有可能会让我们改变物种，我们不确定，所以不要做，这是最大的风险。第二个，它有可能造成不公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你让今后不再有地中海贫血的孩子出生了，那么之前得了地中海贫血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受到社会更多的苛待，是吧？因为你不会再为他们去建立绿色通道，那些身有残疾的人会被苛待，这是第2种不公平。第3种不公平，是它一定跟钱有关系，一定有钱人才能定制。我们人类努力了半天，我们可能所有的努力，我们知道不公平一定存在，但我们所有的努力是说我们是有选择的公平性的。但是当你可以去改变基因的时候，事实上连最基本的公平性也消失了。好，如果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当我在奇葩室的议会里面要去拍那个键的时候，我会选择不允许。但是我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内心那个声音说摁吧，摁吧。如果我摁下去，他不会得那个病，我就一定会摁。这就是我今天内心的声音。对，罗老师还有1分钟，请。好，张泉灵作为一个妈妈，当她要摁的时候，我真的会劝她3思。人类对于基因世界的了解还特别的粗浅。当你定制了一个金发的娃娃，你真的不知道你打开了另外一扇什么样的门。所有的进化，所有我们看到的好事儿，都起源于一个错误，起源于一次突变。当你要一切眼下的完美，最后有可能导致一个你根本控制不了的错误。所以任何妈妈，我都建议你3思。最后我想说，这2天我看到的一个段子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出远门，突然到了一个地方，到处是美酒，是音乐，是完美的一塌糊涂的所有的事物，美女，只要你想要，马上就到手。他在这个地方乐不思蜀地过了1个月，然后他觉得有点没劲，然后就跟看管这个地方的人说，有没有一点麻烦我可以处理？有没有什么工作我可以做？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这人说，那跟地狱有什么区别？那个人说，你以为你在哪儿呢？你的故事都好可怕哦！鬼气森森。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判断。听到现在，您觉得要定制按红键，不要定制按蓝键？各位，请选择。3、2、1。好，谢谢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刚才一键定制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意志非常坚定的雷总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呢？没有。好忙啊！刚才雷总在现场吗？听了罗振宇老师讲的，真的觉得也挺可怕的。所谓的完美人生呢，就是所以意志一定要坚定。你放弃明年涨100%吧，涨到90%算了，这很难改变的。为了明年弥补雷总不肯掏的那10%，
我们必须定制其他的3位客户，来满足我们的增长需求。第2位是哇，这也能卖得出去的闲鱼 APP。第3个是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谢谢。真的，这个世界上目前为止，最需要也最值得定制的有一件东西。就是爱奇艺的会员，VIP 会员，你能比别人早看到很多东西。说完了，好，我们来公布结果，来，请看。哦，恭喜正方获胜，恭喜正方获得了由纯真为我们提供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来祝贺。好，那我们同时也请我们今天的罗老师，请雷总，请张老师。首先，在获胜的队伍当中，这3位蹦蹦、菲菲和思达，选择一位觉得最可爱的辩手。回来了，很好。我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吗？你看，有 VR， 有耳机，还有手机。我要的是核心黑科技，有，在这儿呢。你是不是要搞事情？我让你去偷个黑科技，你给我偷个黑科技，你是不是要搞事情啊？搞事情，我们才是专业的。好，3位请亮题板。好，祝贺思达。好，交给我们的，来，恭喜思达获得了我们今天的星星。那接下来再请我们的3位导师，在我们今天很遗憾没有能够获胜，但表现同样非常精彩的3位我们的辩手，陈明老师、首尔和甜甜当中选择一位。好，请亮题板。有2位选择了甜甜，1位选择了首尔。来，甜甜，甜甜加油！好。同时要提醒，甜甜在5月27号会有《吃的爱》的作品上映，我们的演员们甜甜。好棒！好，再次谢谢我们的雷军，谢谢，谢谢小米为我们带来那么多优秀的高科技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拍照黑科技手机，小米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再见。5月27号吃的爱，一定要去看哦。今天现在有很多人可能被菲菲讲的都很感动，我觉得今天菲菲发挥的非常好，包括副手也是。就是我本身不太喜欢走心，因为我觉得一走心就会无聊。但是今天这个呢，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的儿子基本上都是放养的，就是我放养他，我希望他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感情牌不是苦情牌，它其实是拨动一个人的同理心。那今天很多人为什么那么感触，就是大多数人其实现在都是选择更多的时间留给事业或者留给梦想所谓的，然后不是陪在父母身边，那么也就造成了很多的遗憾。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有什么事？这一生必须要做的。这一生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这一生必须要做的。